就那种咽不下气的这种感觉，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反应。我想把我今天这个经历分享给像我一样的就是比较高公平敏感的人，或者是很难把一件事情主动的让它闭环的人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一期聊天节目。我之前拿那个麦克风，很多人说特别像拿个马桶揣，今天换了一下啊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你看快到40岁了还是有挺多感悟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啊，就是比如说买东西买的是坏了的，或者是外卖送错了，收到的服务不对，然后你一定要去找客服要说法，还是说你们哎呀算了算了懒得理啊？真的弹幕告诉我这个对我很重要，因为我就是前者。我觉得只要是我占理吧，如果是对方有错我占理，我一定会追到底。而且我记录特别好，基本上就是全胜，我每战必胜。就我老公经常开玩笑说，面对我的客服还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。我花了钱，我吃亏了，我一定要会把我这个理要回来。前几天吧，我主动放弃了一个我明明可以赢的一个赔偿，那一刻虽然我没有拿到赔偿，但是我赢了。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这两个故事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吧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关注我小红书，可能会知道我之前在美国最大的二手平台，就是 The RealReal 上面买了一条 Tiffany 的项链，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是假的，就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拉锯。对方先是否认，就说不可能，我卖的都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一说我卖都是真的，一定是你的问题的时候，就一下子触到了我的逆鳞。我想说什么？你觉得是我的错吗？然后后来我又找了金店，然后我去了 Tiffany， 就是明所有的证据摆到面前，对方终于承认他卖的确实是假货，然后呢跟我说只能退 credit 不能退钱。然后又一次触到了我的逆鳞，我想说明明是你的错误，然后你耽误了这么多时间，然后你还不给我退钱，可能来来回回有1个月吧，我最后就是还是成功的退了钱了。全额要回来了，但是中间确实花费了我很多时间。然后还有一次是在 Home Depot，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车库要刷那个地漆，那个漆其实很贵的，就是一种特殊的漆。然后那个我们家的工人刷完之后发现它的那个颜色错了，就是不是我们买错了，是因为我们一共买了3桶，其中有1桶是错的。他标错了，总之就是损失很大。然后我就去那家 Home Depot 找他，其实他如果给我换了就好了，就没事儿了。但是那家 Home Depot 居然跟我说，你去找厂商换。他说这个我们没有卖错，是厂商装错了。当时想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呢？我觉得这个。我在丝芙兰买错了一个东西，肯定丝芙兰给我换，你不会说你去找这个品牌去换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然后当时还找店的 manager 也不同意，我就直接去 BBB 投诉了。后来他们就有专门的人来找我，就联系我说能不能赔多少钱。然后我觉得我不满意，因为他们赔的远远低于我的损失，毕竟我是个有记录的人，我知道怎么能够打赢啊。总之最后就是赔偿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我上周不是春假，然后去洛杉矶玩。哎，好多人看到我跟云姐的照片，我们两个是10多年的好朋友。然后当时我们在洛杉矶就是租了一辆车，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分头行动，然后我老公说那个车从下午开始那个双闪就一直在闪，怎么都停不下来，然后试了很多办法让它关闭它，就是相信我，我们一定用了所有的办法。我老公也是个 engineer 啊，他说你要不然给我拿来一个什么10毫米的一个扳手，他说他把电池卸下来，这样防止他那个他一直闪，第二天没有电了嘛，担心。我想说，我上哪儿给你找个扳手去啊？然后后来我们回了家之后，可能已经半夜12点多了。我老公说不行，他再这么闪下去，可能第二天就没有电，打不着火了。然后我们还又住在那个好莱坞的山上，很难换。他说那我现在开到机场，只有机场那家店是24小时开，他去换。然后那一刻，你知道，我这个又觉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啊。这车有问题，然后他又让我半夜去换车。我说你拍一个视频过来，然后我到时候回去的时候就 Hertz， 我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去找他们。总之可能耽误了1-2个小时吧，半夜2点多把车换回来了就好了。因为去了之后，对方说确实有问题，就跟我们换了。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反思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可能是不是太计较了。就是我确实是遇到了很多我占理我吃亏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直很计较这件事情，我其实呢都把这些事儿给赢回来了，就是我损失的东西都被我赢回来了。我就在想，会不会这不是一件好事？我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上面，包括上次 Tiffany 的项链也是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，我买了一个假货，然后你不给我退，然后我就是自己吞掉这件事情。我想说就算了，就当吃亏了，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出了这个车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说就算了，因为确实没有多少钱，对吧？耽误了2-3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损失没有那么严重。我找客服可能也会耗费我更多的时间。我想说，要不然就算了，这件事就拉倒吧。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拉倒了之后呢，我内心反而就平静了很多。你说好巧不巧，就是说租车公司过了几天给我发一个满意问卷，然后我就顺手打了个差评，我也没有指望什么，结果客服
跑过来找我道歉，说很抱歉，要不要给你一些积分补偿？我就用 AI 阅读了这份邮件 ，AI 回复了这封邮件。我这个邮件我都不想花时间看，因为长长的邮件还是很费时间的。AI 给我回，他说这个理论上来讲，他们对方的错误，他应该赔我1天车的损失。然后就用 AI 回复的，然后结果对方回复我说他们调查了这个车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说不行了，就想说，我靠，我都放你一马了，我都想说这事儿拉倒吧。你跟我说你调查结果之后显示我的车没有问题，那合着我大半夜的跑过去，我自己闲着没事大半夜的跑过去换这个车，而且你们现场的工程师都说车有问题了，然后你说车没有问题。我就把我的这个视频发过去了，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生气。结果他们回复我说他们调查完之后确实有问题，那赔给你25块钱吧。我看到那个25块钱我都笑了，因为我太知道这套逻辑了。对方一旦承认有问题，接下来绝对不是说25块钱就能收尾的事儿。我跟客服打交道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这一趟走完他高低赔我几百块钱。但是在那一刻我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我说就算我全能，就算我能赢，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多少精力，我还要继续花多少时间跟他们来来回回的。我就直接回了一个，我说25块钱拿回去啊，打发叫花子呢，积分你拿回去，我不要了，我想别的办法。其实我也不会想别的办法，但是我的那个邮件里面可能说的比较重，我说我会go through other channel， 他们可能就比较紧张了。但是我就不管了，就这件事就在我这里边我就已经终止了。然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，从这个心理学层面拆解了一遍，分享给你们。就是首先为什么会有人遇到这种不公平的，会有那种就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，会有这么强烈的要争回来的冲动，在心理学上叫这种 fairness sensitivity， 就是公平敏感度非常高。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天生就不一样，我们就属于这种高公平敏感的人，就是一旦感知到不公平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前脑岛皮层一下子被激活了啊！这个区域和身体的疼痛是共用一套神经系统，你的大脑在字面意思上告诉你这件事情很痛啊，就那种咽不下气的这种感觉，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反应，它跟金额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，金额只是出发点，出发的是这套神经机制。弹幕里告诉我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知道这点钱不值得计较，但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，我就是要讨回来这种感觉。有的话你扣个1啊，一定告诉我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更底层的机制，就是蔡加尼克效应。就这件事情未完成，它在大脑的这个工作记忆里面持续占用资源，就像你的后台一直在跑这个程序，一直跑这个程序，就算你表面没有在想它，它其实在背地里它还在消耗你的认知带宽啊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认知带宽是有限的嘛，你跟一个客服来来回回的了3天，你没有结果，然后你的晚上睡觉之前还在想这件事情，哎，这客服怎么没给我回啊？他会这么回那么回那么回啊？你不能再假设，然后你明明想放松，但那件事情一直在你的脑子里，因为它没有闭环，它就不会消失。那像我们这种高控制需求的人，他就在这上面特别容易内耗。我真的就是我非常的 controlling， 就是我对周围事情的这个控制到了一定的程度。如果这件事情上没有在我按照我预想中发展的话，我就会特别的内耗。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，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，然后我还特别容易破防，真的我有可多心理问题了。就是你没有结果，没有交代，你大脑就不肯把这件事情从待办事项中里面划掉，它没有一个自动的值不值的这么一个过滤器，什么事情它可能都会触发到它。比如说你快递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快递那个在 Costco 买东西来了一筐烂牛油果，我就一定会把每一个牛油果都切掉，然后拍张照片给客服看，我说每一个都烂了，你必须要赔我。哎，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就会真的让我很痛苦。活着不容易，就是我们的大脑没有自动这种值不值的这个过滤器，什么事情都会触发。我到了这个某一个特定的年纪吧，可能就是你人到40了之后，就会觉得累了，就是这种毁灭吧，我累了的这种感觉。我开始会觉得，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去找客服，我没有能力把这件事情讨回来，而是我主动的放弃，不去讨回来了。就是我可能会设定一个过滤器，告诉我自己，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不值得去争的了，我不去争了，拜拜，走吧您。有些事情我还是要争一争的，比如说如果我再买到了一个3-4千美金的一个项链，我还是会争一下。就是还没有钱到那个程度，觉得3-4千美金是小钱，拉倒吧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，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每一场仗我都要打，我就要把这个理争回来。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时间在变，你的精力在变，你分配的注意力是有限的。当一个人的大脑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，
就是有事情没有解决啊，你没有闭环，认知表现会明显的下降，注意力、判断力、创造力全部都会受影响。你追了一件小事，追了几天，你这几天的思维质量是打折的。那我们活到这个年纪，越来越清楚一件事，就是我每消耗的一份精神力，每消耗一份精神力在一件事情上，我就少了一份精神力在另外一件事情上。我在这件小事上耗了神，我就不能在这个大事上增加我的这个专注力了。那我年轻的时候不会算账吗？我现在会算账了，我开始会计算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，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每件事情都要争，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，慢慢你想说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是我变软了吗？变窝囊了吗？啊，窝囊的人是什么都忍，就是窝囊的人是啥都能忍，什么都能接受，他根本没有判断力去分析值不值得。和你自己有自主的判断力，你在主动的选择你在打哪一场仗，这两件事其实差得非常远，它和窝不窝囊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就是把事情分成大概这么几类来处理。首先第一类就是必须要争的，就是金额大的、涉及原则的啊，就是有合同、有法律、有依据的，这种肯定是要打到底的。比如说像 real 假货事件，值得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的。第二种呢，就是灰色的区域，可争可不争啊。根据你当时的情况来看，你时间够不够，精力够不够，你心气儿够不够，没有固定答案。就有些事情你可能觉得我最近反正也是闲着没什么事，哎，刚好打一仗开心，吵一架好像放松一下还挺好的啊。那如果是你现在就是刚巧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解决，或者你人生到一个阶段，比如说你人生要做大选择阶段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有这个时候的。比如说你在选专业、选方向，或者你工作要换方向，或者你想选一个爱人，这事你选错了，你可能要耽误好几十年呢。那这个时候你其他的这种小事儿你都可以不管了，甚至严重到，比如说你现在你要选方向了，或者是你工作涉及到一个几个亿的合同了，那你可能几千块钱的这种项链你也可以不用去理了。我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做视频讲，在面对人生重大岔口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？因为就是人生就是选择大于努力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后是第三类，就是快速止损，金额小的，然后来回成本远远高于你能赢回来的东西的，这种你就直接放弃，把精力留着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事儿能够靠 AI 解决，比如说你 AI 阅读邮件，现在大家很多人用 Skills 啦，或者是任何的 cowork 吧，你通过 AI 代理把你这事儿解决了，那当然也好了，就不用花费你的精力了。就是他能帮你要回来点钱，要不回来拉倒啊，这种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真正你要花时间噼里啪啦打字跟那个客服去沟通，然后一遍遍打电话，那个客服也是车轱辘话，费了半天劲儿还没有见到一个真人的这种情况下，然后涉及金额又很低，那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拉倒吧，去你的吧，不值得啊！当你有我高低要把这个理争回来的冲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问问自己，这件事儿值不值得我消耗1个小时的生命啊？不是算钱值不值，而是算你的时间、你的情绪、你的注意力加在一起值不值。如果答案是不值，就退出，不再纠缠。那我今天讲这件事儿呢，当然就是不是说我遇到什么都忍啊，大家都算了吧，那绝对不是，千万不要这么想啊。你如果是一个软蛋的话，那谁都想欺负你，千万不要做一个谁都想踩两脚的人啊。就是你首先你平时看起来你就是个不好惹的人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他去惹你。以后我可以做这个视频，要不然怎么说，就是一定要丑话说在前面，或者是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就要给别人一种不好惹的这么一个气场，那一定概率上呢，就省得你之后再来回来折腾了嘛。我不是说让大家说什么都忍，这从来不是我的风格，以后也不会是。我只是在说呢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这件事情，就是主动选择打哪一场仗，而不是就是说被本能的反应去拖着走。就是其实我也经历了很多这种我赢了其实我亏了的这种经历，我想把我今天这个经历分享给像我一样的就是比较高公平敏感的人，或者是很难把一件事情主动的让它闭环的人，就是也算是我的一种成长吧。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。那如果你们有类似的经历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特别想看看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。有其他的你希望我讲的话题呢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确实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啊，就是我觉得我旅行回来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感冒，再加上我们最近那个花粉真的特别严重，所以我鼻子可能不是很透气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剪出来什么样子啊，希望效果还不错。